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虽然我们刚刚不断提到美国的海权、美国的海军在全世界势力遍布，但如今美国在所谓的非洲是不是吃了闭门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在尼日这个国家这个我们讲原本美国在这边有所谓的驻扎点，他做的任务是什么？是做所谓的反恐。但现在呢，这个反恐的点呢可能会撤出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空军呢最近证实一件事情。他从7号开始就已经将所有西非国家，包括是尼日里面有一个叫做尼阿美空军机场的地方，撤出他的部队，撤出他的装备，甚至连阿加德兹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无人机基地，没有想到有500名的美军最近都会撤出。但一旦撤出这个非洲非常重要的据点，因为过去曾经花了1亿美金才好不容易打造的这个2栋1的无人机基地，没有想到如今面对他们目前南赫尔沙漠这个地方所谓的反恐任务，会不会就因为这样而告终？会不会就因为这样产生了空隙，产生了防守的空洞呢？为什么？因为当美国前脚才刚走，你知道谁来了吗？俄罗斯的军事人员马上进入到尼日，而且甚至是呢，美国讲说我们现在只能转移我们其他的标的了，包括是不是去到多哥，或者是加纳，或者是象牙海岸，但很显而易见的，跟原本的战略标的跟原本的战略位置都有差异。而且现在更严重的是，美国在海外有设置了许多的基地，而现在都人人喊打。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单位，叫以叙利亚为作为一个单位。比如说呢，他当初呢就是在叙利亚这边有设置基地，甚至呢扶植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武装分子，但最后面竟然被报道《晨星报》指出说，美国不是在那边防守而已，还会收保护费。你知道怎么个收保护费码吗？竟然呢盗采了原油6.6万桶，而且你说6.6万桶很了不起吗？我跟各位讲一个数字。占该国的80%，他把80%的原油都给拿走了。所以呢，现在包括非洲很多的国家都下了逐客令，从2022年开始，甚至在过去3个月，包括查德、包括尼日，都说我希望你能够离开。而连驻非的美国的这个指挥官呢，芬特雷斯上校都承认一件事情：的确，我们在非洲呢很难，尤其是西非很难获得他们的信任。他们甚至说呢，比起呢为当地建一些设施电力设施或者是工程经费，可能比军事设施来得更有用。因为当美国往后退的时候，俄罗斯往前进了，而中国而大陆也往前进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呢才借了赤道几内亚的这个总统特奥罗多说什么？说呢访华之后呢，宣布双边关系已经提升到，各位关键字来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呢，他甚至有意又在赤道几内亚这个地方建造大西洋。各位，大西洋等于是它整个扣守了整个美国本土大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说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基地，而且呢，它还是深水港附近毗邻什么炼油厂，所以非常适合加油工作。但与此同时，美国有没有做出相对应的反制？当然也有，因为最近呢，在送往利比亚的一台我们讲的中国翼龙无人机，没有想到被发现了。怎么被发现了？在意大利突然接获线报，把这3个装有翼龙2无人机的集装箱呢，全部扣下来，而且收货方是谁？利比亚的军事强人哈夫塔尔。所以他们就在讲，这恐怕是美国所泄露出来的情报，美国刻意去要跟中国对着做，甚至是现在美国即便外有外患，即便在非洲逐渐的退守，但国内问题更大。出现什么问题？当然是拜登的问题。但拜登的问题呢，却不是适不适合担任一个总统的问题，反而是他的身体健康、精神状况出了状况。我们看一下拜登说了些什么。As I said, the first vice president, first black woman, served with a black president. I'm proud of the role of the first black woman in the Supreme Court. There's just so much that we can do because together there's nothing. Look,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你看这个大型车祸现场连自由党的这个民主党的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圆了，因为他自称自己呢曾经担任过我们讲奥巴马的副手，但他说我是一名黑人女性。各位，我再强调一次，拜登说我是一名黑人女性，所以很显然出了状况。但他原本呢是想要吸收我们讲的这种我们讲黑人的票源，但没有想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就在现场，他在握手造势过程当的途中，来你看他先握了一名白人，结果没有想到就这样直接跳过中间的那一名黑人女性，跑去跟旁边的白人比较年长的阿嬷讲话。所以你看，
现场那名女性完全感受到不受尊重，甚至翻了翻白眼，左顾右盼，想说现在是把我当塑胶吗？而拜登现在的状况呢，还不只是这样子，甚至在 G7 这个高峰会上呢，都提出欧洲领导人对于拜登的身体状况说不对，真的老太多了。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证到说，现在拜登的身体状况跟他的行为表现说非常的疲惫、虚弱、脑袋不清楚，很担心他是否还能够再继续做4年。因为现在呢，甚至是民主党内都在联署说，希望呢能够拜登赶快退位。但各位啊，党员不可怕，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金主最可怕，因为一旦金主发号施令，等于是会断银根。这场选举该怎么选下去？有168位说应该要把领导的火炬传下去。换言之，谁是接班人的戏码，现在已经正在上演了。甚至是我们讲的，他们有在疯传说什么？说希望接班的人有2位，一位呼声很高，叫做贺锦丽。但各位不要忘记了，贺锦丽呢，在边境所谓的设防，包括所谓的造墙上的问题，甚至是在移民上的问题，甚至在司法上对于轻罪不罚的问题，已经引发许多美国人的反感。他真的能够适任吗？而除此之外，甚至他们想出 C 计划，这个 C 计划要找谁？说我们来找奥巴马来救驾好了，因为干脆利用所谓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的一个漏洞，如果奥巴马担任副总统，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行的？那如果最后拜登真的不幸发生什么样的意外，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奥巴马不就能够顺利接任了吗？所以这个叫什么？拜下欧上。但拜登却非常的不语，说唯有上帝现身，劝我照办，我才会退出选举，否则我会参选到底。但大家现在不禁好奇的是，到底拜登跟上帝之间的距离真的有想象中那么远，或者是实际上其实很靠近？我们问一下彬哥。我觉得美国现在在非洲看起来就是一直被人家赶，包括尼日，包括查德。那美军的基地其实本来在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是怨声载道，像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当地的民众就一直希望他们能够迁移，因为美军在当地常常会制造很多治安问题，那也会在欺负当地的人所以这个当然是造成当地民众很不好的观感。那当然，美国在利比亚根本在那个叙利亚那边根本就是明抢。直接就抢人家的原油80%，对，完全不跟你啰嗦，所以在人家看起来，美国这种基本上很像是土匪的作为，那当然不会受到欢迎。所以这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就慢慢要把美军赶出去。但是对西方世界来讲比较忧心的就是，因为美国一前脚走，俄罗斯人后脚就来，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整个非洲开始要岌岌可危了？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他们当然到现在还是在极力争取能够保留在非洲的这些基地。可是你看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比较不一样，中国大陆就是我也不要先在你这边建什么基地，我就一来就帮助你做基础建设，然后帮助你改善经济，那慢慢的在非洲当地扎根。所以这30年来，你会发觉中国大陆在非洲用力用得很勤，所以他在非洲的势力也在逐步扩大当中。这个不是美国突然之间想要再回来能够把中国大陆阻挡得住，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至少在非洲这边的态势对美国的情况是相当不妙，而且短期之内看不出来美国有任何的办法能够重新掌握在非洲的实力那至于说这个意大利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扣下来，你知道吗？这个哈夫塔尔本来是美国培植的他本来是美国培植的，然后。但是他被美国培植之后，他慢慢发觉美国对他的控制太多，所以他最近这几年开始慢慢不听美国的话，所以美国现在又开始在弄他，所以你会发觉永远都是这样，以前的海珊，对，或是宾拉登，或是在中东搞出事的这些人，包括利比亚之前的戈达费，其实他们以前都跟美国合作过，对啊，然后后来一个一个又跟美国之间撕破脸，然后美国又开始对他们下手。在弄它，所以你会发觉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跟美国的这些政治操弄有关，美国都在后面扮演引武者的角色，所以我一直觉得美国人自己是不是要仔细去思考，今天这个世界会这么乱，是不是你美国人在里头扮演了一个很大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美国现在自己面临他们自己的问题，拜登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因为说真的，他的辩论的表现那么差，本来还有人希望说他接下来如果能够表现都恢复正常。
然后甚至让大家觉得说他重新恢复活力的话，那可能还可以扭转一些态势。可是如果他持续像现在这样出包，一下子不知所云，然后一下子失礼，然后有的时候完全忽略别人的感受，那真的会让大家对他越来越没有信心。可是问题是，贺锦丽真的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恐怕很多人都会心里头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他们最想要的这个 Michelle 又不愿意出来，那你说奥巴马去当他的副手，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匪夷所思。对，而且你还是没有办法保证，因为你要知道，拜登不是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啊。那到最后，万一他真的思考上面都出了某些状况的时候，那他本身又还保有行为能力，他会不会做出来很多对美国非常不利的一些决定？这个都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也不是奥巴马想要顶上去就可以顶上去。所以我觉得民主党与其去搞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不如全党仔细思考一下，到底谁是真正能够接替拜登的人。因为彬哥讲的非常有可能，当初贺锦丽大家讲说，因为跟拜登的关系不好，所以才把一些烫手山芋丢给他弄。不过立项去，你怎么看？说现在包括中国在赤道几内亚，包括我们讲的陆续的在非洲这一带大量的部署，是不是真的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而所谓这些非洲好兄弟、非洲友邦，又会让中国有什么样的底气与美国对抗？美国现在真的是压力山大，你不要光看一个赤道几内亚。赤道几内亚来讲的话，它现在发现丰富的石油产量。对，它隔壁那个国家叫刚果，刚果大家一想到就立刻想到血钻石，它就是矿产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因为美国或者是说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当初在这边殖民或移民的时候，并没有好好协助人家做开发，当然，所以让这些国家现在来讲，这个政治上面来讲的话，军事政变不断，然后一直没有治理，也就是说资源也都没有办法开发出来。等于说这些国家等于这些老百姓啊，躺在他的这个金矿山上面，可是过得很贫穷的日子。当中国愿意协助赤道几内亚在这边开辟港口的话，那你想想，不是光一个赤道几内亚，它的石油可以输出，那周边的这些国家，包括卢甘达啦、刚果啦这些这个西非的国家来讲，它就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出海口，它当然就会获得贸易。那我特别要讲大家不要忘了，前2年还有一个国家到这个中国去访问，那个国家叫秘鲁。秘鲁来讲有一个叫前开港，它就是为了前开港开发。原来来讲的话，当然美国来讲极力的干涉，那这股权不给中国，但是现在都已经摆平了就60%的股权是由这个中远航来营运。也就是说，你看看当秘鲁跟这个赤道几内亚在这边呢，一个是在大西洋，一个在太平洋，对，然后正好是美国的2个洋，一东一西，2个洋的下面都各有一个中国的基地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那美国压力多，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国家叫古巴，那你想想看，古巴来讲说现在号称也设监听站嘛，中国在这边合作设立监听站，当然中国是极力这个否认了可是他说现在来讲，我不管是帮秘鲁或者是赤道几内亚来盖这些港口来讲，我们都是为了协助他们这个能够有了港口以后，帮助这周边的国家能够将它的农产品像赤道几内亚还有很好的咖啡啊，干嘛？我们去喝咖啡都知道，那个咖啡是很好喝的，能够帮他们把这农产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但是否认说我们是有军事的企图。可是来讲不可讳言，当这边有这个港口，就势力影响到这边以后，对美国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在尼日的国家更有趣了，尼日现在这个国家，它这个基地来讲，现在美军还在，还没走，可是一个国家军队已经进来，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进来，对，所以在同一个基地里面看到美军跟俄军在一起，对。然后为什么俄军要进来了？因为他们发现说是这个俄军来讲可以提供这个国家的安全保护。大家记不记得俄国有个军团叫瓦格纳军团？对。瓦格纳当初就是雇佣军嘛，也就是说是这个普京当时就是用瓦格纳军团在协助保护这个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国土的安全就借这些雇佣兵过来。所以说非洲来讲的话，中国跟日本其实中国跟俄国来讲，其实对非洲来讲是经营很久的时间了。所以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这一位自称黑人女性副手的人选，这场选战他真的选得下去吗？而民主党他所谓的 B 计划、C 计划真的可行吗？对，因为辩论是6月27号，其实到现在也不过就1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未来2-3个礼拜还蛮关键的。但到目前为止，我的观察是，目前这些幻灯的这个气势还没有真正造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一个指标，因为当然金主很重要，因为是所谓这168个金主的这些文件Netflix
什么迪士尼啊、沃尔玛的共同创办人都出来讲话，但是整个民主党的这个精英啊，跟权力结构啊，从两个前副总统奥巴马跟克林顿出来相挺，为他还价啊，到所谓的参众议员啊，目前参众议员大概有几个表态希望换灯呢？5个哦，才5个，已经发酵到现在才5个。那美国有多少众议员、参议员？435位。民主党加在一起还蛮多的吧，更不用说州长。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那个气势还没有真正造起来。但对拜登而言，他还没有完完全全很安全，因为他还是会有一些表现，对，被镜头会放大去做捕捉，会是放大。那真正重点是因为拜登现在是很强硬了，他的立场是很坚定，有家人的加持，他没有任何换的这种，对，没有任何换的这个风声出来，我觉得这是真正关键。那第3个重点就是说，到底谁可以替代他呢？刚刚我们点名点了好多，我记得在6月28、29号，美国媒体开始大点名，但这些被点名人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说我想要替代他，还是说我先安静个4年，4年后我再选？我觉得后者的机会比较大。包括所谓的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呼声很高，他也没有，他目前还是在帮拜登，他也没有真正站出来。唯一在民调上能够抵抗川普，大概就是蜜雪儿。但蜜雪儿也没有任何出来的迹象。那刚讲到奥巴马再度出马，我觉得几率也真的非常低了。所以目前看起来，民主党陷入两难或困境，就骑虎难下。我觉得目前的态势还是很有可能，拜登继续往下走，一路选到底的几率，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退无可退了。因为换手的过程，除非很平顺，很有默契，否则再来一场党内的厮杀，已经没有多久时间了。就算现在有个人出来，大家众望所归，你出来，拜登说好，我下来，但只有几个月而已哦。其实对民主党的挑战真的非常的大。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意外哦，曾几何时，世界的第一强国竟然会面对到跟中华民国一样，当时国民党的换柱拒马，进退两难。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随着美国在国内总统大选产生的分歧，甚至是川普极有可能当选的状况下，过去美国一概的所谓的反中路线当中的盟邦、当中的友邦，是不是也出现了裂痕，也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呢，就在匈牙利原本已经跟德国外长预计要所谓的召开会议，结果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宣布取消，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的外长即将要去访问莫斯科，所以我们看看肖兹德国总理非常的气愤，他讲了说什么？奥班根本没有事先告诉我说准备访问莫斯科，欧洲理事会外交政策代表是 Michelle， 所以不是匈牙利，是米歇尔。而匈牙利怎么表示？包括这个奥班说他即将7月1号开始接替比利时担任欧盟轮值国的主席国，而这个所谓的奥班，过去他的立场向来是对于乌俄战争援助乌克兰，甚至是对于疑欧派他的最关键的一个领导人物，批评了西方对于乌克兰军援，而如今让他担任所谓的轮值主席国，如今他又要再度访问莫斯科，这传递着什么样子的一个讯号？包括他甚至是说什么，匈牙利这个总理呢，还会组一个所谓的在欧盟这边右派的政党、右翼的政党，而且已经达到了欧洲议会它的一个门槛，即将在6月30号宣布这个叫做欧洲爱国者新的欧洲议会党团，未来会有7个国家23个议员通通加入这个行列，甚至是连川普现在如鱼得水、顺风顺水也加入这个战局。他的长子说什么？说我力挺匈牙利的总理，因为我跟我爸爸一样，希望世界和平。而奥班也跟着唱双簧说，想要和平就不能坐在布鲁塞尔舒服的摇椅上，即便没有欧盟的授权谈判，但作为轮值国主席，期待战争奇迹般的结束。换言之，他等于是利用这个轮值的身份，要去跟莫斯科，要去跟普丁当局进行相关的谈判跟谈和。而小 Donald，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川普他的儿子，说无穷无尽战争已经受够了，已经让人受不了再继续的经援下去。但与此同时，欧盟对于中国的制裁却没有停歇过。包括我们讲先前的这种电动车关税，他们说搞不好只是一个开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紧接而来的对于整个所谓的传统晶片扩产，因为各位你可能知道，
包括电动车，包括中国传统晶片。事实上，过去欧洲跟中国之间互相密切的联系，包括进出口贸易是非常的频繁的。但现在从7号开始，加征多少？最高37.6%的关税。所以，包括分析师就在讨论说，这恐怕是对于北京立场越来越强硬，但是只是个开端，还没有结束。甚至是呢，他们为了要反对这种低价不竞争公平，欧洲的这种氢能企业呢，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在发展绿能、发展氢能、发展太阳能、发展风能，它是在世界上算是领先前茅的国家，而他们也要相对应的要求停止这样子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对于中国具有优势的价格，很显然完全受不了。但你以为只有欧盟在对于中国有动作吗？现在反过头来的反向也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也宣布我们要对于欧盟的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的听证会，而不只是这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欧盟要封锁，要提高我的关税，我就把电动车反向的转到哪里？摩洛哥、南非、卢安达，这个叫做非洲国家，各位，非洲好兄弟又再次出来咯。甚至呢，他把生产基地比亚迪在泰国东南亚也设置了允诺，想要投资14.4亿美元，大概466亿新台币这样的一个金额。换言之，你在这边封锁我，我自然跑到了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来进行蓬勃发展。所以我们想问问看，彬哥，你怎么看待说现在欧盟的内部是不是出现了分歧，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如今乌俄战争真的会因为川普非常有可能的当选而停止下来吗？这个匈牙利这个奥班显然是要走他自己的路，所以他已经去见了泽伦斯基，也见了普丁。那你说他有没有办法立刻促成和谈？我认为当然很困难，因为现在还不到这个时机。可是显然在欧洲慢慢支持他这一个主张和平的论调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看起来欧盟的主要领导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反对，包括欧盟也不赞成，认为这次奥班去莫斯科根本就不代表欧盟，对，没有获得授权。可是呢，我觉得私底下其实赞成奥班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欧洲真的已经受够，因为欧洲在无休止的不断的支援乌克兰上面，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疲乏了，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快结束这个战争。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这个党团如果成立之后，可能未来加入人会越来越多，那可能会形成另外一股风潮。那至于小唐纳在这个时候突然表态，其实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万一真的11月以后是川普当选，可能川普真的会实践他的诺言，逼着泽伦斯基就是签署那个和谈，然后到最后就是等于把俄罗斯的要求的克里米亚也好，东部的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也好，全部都给俄罗斯，可能会直接用这种方式去结束战争。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自己要考虑清楚，你要等到那个时间吗？还是要现在是不是有更好的谈判条件，赶快去谈？那当然，欧盟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是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当中。那他们除了电动车的关税开始提升之外，当然他说是暂时性的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加强。那甚至在成熟制程晶片上面，他们也开始忧心了。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成熟制程晶片，大部分是供应自己的市场。可是现在欧盟是担心说，因为大陆的产能越来越大，对，然后全世界其实先进制程的晶片只占1/4的市场，3/4的市场都是28奈米以上的成熟晶片。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很担心以中国可怕的生产能力，然后价格可以压得很低，到时候又是一波晶片潮来席卷欧洲。所以他们现在要预先做防范，要开始，他们现在已经发问卷去问各企业，然后看这些企业对去制裁啊，或者说限制中国大陆成熟晶片的发展，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认为早晚欧盟都会做出一些保护的态势，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欧盟现在整个弥漫了一片右倾的，然后保护主义的这样的色彩，所以我觉得未来他们大概应该都会做。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不会坐以待毙，一方面它也对白兰地啊，对其他这些东西开始也实施惩罚性的关税。那另外一方面，它的整个企业的布局也开始分散。他也知道很多，就是如果你的工厂还是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话，你将来一定会直接受到冲击。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分散。那布局的方式，甚至我认为现在还是明摆的布局，到最后呢，他们可能连名字都会换掉。我觉得他就是直接，比如说跟当地其他国家的结合，然后甚至让其他国家占了比较大一点的股份，
然后用这种方式把身份洗掉。那当然，这也就是中国大陆厂商求生存的一个方式。可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的产品现在在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CP 值很高，然后价钱又够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势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欧洲跟美国想要去制裁它，恐怕效果是不见得会如他们所想象中那么理想。因为我先问一下李教授哦，我们包括讲了欧盟最近有注意到几个消息，包括北约事实上现在都有在预估说，未来美国断了金援之后，该如何去继续这场乌俄战争，包括连泽伦斯基都在讲说，必须要讨论到停战的可能性。所以真的会因为美国总统上的一场大选，导致整个欧洲、导致整个乌俄战争局势全盘的变化吗？对，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奥巴马跟川普对不起拜登跟川普对于这俄乌战争的支持程度还是有别。对因为拜登基本上是毫无保留、义无反顾而且基本上把他的外交政策跟支持俄乌战争的乌克兰完全绑在一起。那川普呢，即便是表面上还是支持乌克兰但是他对支持乌克兰的力道明显跟民主党传统有重大的差异。甚至他有讲过说，假设他当选，在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前，俄乌战争的事情已经可以解决。他有如此的这种自信了，当然也可能是禁限语言。不过这样的禁限语言也被俄罗斯所否定，因为的确问题没有那么的单纯。那我提一下刚刚这个奥班因为的确7月1号开始这个匈牙利会成为欧盟这个轮值主席国6个月。那我们看到很快，动作很快，也耐人寻味，因为他在7月2号先去看了泽伦斯基。其实这个新闻来，大家是很讶异的，因为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匈牙利奥班的态度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没那么挺。对，他很多时候说我同情难民、同情战争的牺牲者但是我们有自己优先的顺序要顾，不能什么事情都只想到乌克兰。但是泽伦斯基还见他之后，泽伦斯基自我辩解的方法讲是说我希望能够让匈牙利更加理解乌克兰我们的态度跟立场，所以我还是欢迎他来。但是没想到2天之后，他跑去见了普亭，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班。那见普亭呢，马上你看遭受到欧盟包括执委会主席还有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包括北约，包括美国，还有个别国家，波兰、什么芬兰很多国家马上就人潮热讽。对，但事实上的确是因为奥班的确给了普亭一个公开讲话的机会或是他一个宣扬他自己理念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看到普亭说，他有再把他的停战的要求跟条件再讲一次，讲出来。那同时两个人就做出惺惺相惜。那这一幕其实对美国或是对比较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所谓的欧洲盟友们是比较难以接受。但是这就是所谓的奥班，他就是一个极右翼的领导者，不要小看他已经5连任总理了。对，所以立良局你怎么看现在中国面对不管是电动车，不管是晶片上美国全方面的封锁，甚至是用关税的制裁，但如今他们转向东南亚，转向了非洲，能够杀出一条活路吗？我觉得说是，如果说是欧洲对中国实施这种电动车或者是这个光电产业的这种经贸战来讲的话，吃亏的会是欧洲自己。因为很明显的，我举个例子来讲的话，譬如说西班牙来讲，他卖的猪肉，他为什么猪肉只有中国会买？你知道？对，因为他们卖的猪肉来讲的话，很多这个欧洲国家他们只吃猪肉，他们不吃这个猪耳朵、猪鼻子，他们不吃的。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你想想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没有用，要丢掉的。结果中国人愿意花钱来买对他来讲，你看多好。那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不卖给中国，中国有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买？他可以买他可以跟俄罗斯买可以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南美洲那些国家来买这些猪耳朵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像西班牙这些国家紧张的不得了，那法国的红酒啦这些更不在话下。但是说电动车，其实中国来讲的话，这个电动车是未来世界一个趋势那你欧洲你自己这个提高关税做这种贸易战，其实很多国家来讲，尤其是开发中的新兴国家，他们还是需要有这种车辆当作运输工具，包括到中东国家，包括到南美洲国家。因为现在最热烈需要车子的是俄罗斯中国因为这场俄乌战争，现在大概有90%的车子，俄罗斯里面都是中国的电动车，他不怕没有市场。那你今天来讲，欧洲如果说是要打这场贸易战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后来讲吃亏还是欧洲。好，美国总统大选呢将在年底登场。那现在拜登一再出包，现在又掀起要不要换拜登的声浪甚至现在呢，拜登有出现
迷之发言哦，拜登专访想洗白，脱口自称首位非裔的女副总统，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画面。As I said, the first vice president, first black woman, served with a black president. I'm proud of the role of the first black woman in the Supreme Court. There's just so much that we can do because together there's nothing. Look,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好，拜登这段话让很多美国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现在呢，他就说要不要换拜登这个议题，也在美国的政坛呢持续延烧当中。那现在呢，甚至天天进行认知测试。拜登啊上了 ABC 专访，说健康力保竞选资格，他说自己健康没有问题啦，也大家不要担心他的心智状况。但现在啊，大家很担心啊，尤其是他的金主们很担心啊，尤其包括168名大咖金主都联署逼宫哦。CNN 也罕见报道说，拜登恐怕出现脑雾。这个是彭博报道说，现在已经有168名的商界领袖联署，希望能够换拜登啊，希望把这个领导者的火炬哦交棒给下一个世代。那 CNN 报道里面包括资深的医学记者就分析哦，拜登熬夜、有时差、感冒，这些都可能会引起短暂性的脑雾情况，甚至也被拍到说，白宫的访客记录现在也曝光了，帕金森氏症有专家8进会见拜登的私人医师，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是不是拜登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好？现在也被外界拍到，引起大家揣测。那拜登呢接受专访的时候坦言哦，他的辩论很糟，不过呢他也说一定要站到底。他说只有上帝能够叫他退选。他说啊，除非是万能的上帝现身，而且要我退选，我才会退。看起来他目前态度就是打死不退。那大家会想到说，如果要退的话，可能要换谁呢？那大家也会讨论到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哦，他曾经还给了大家有没有看到，给了这个习近平一个勇士队的球衣，还大赞他是 MVP。那彭博也说，中国网友力挺加州州长纽森入主白宫，看得出来好像还蛮受欢迎哦。那拜登的样子呢，其实将引发了外界这个逼宫说不断的。可是他下周呢还要主持北约峰会，要谈什么议题？要谈乌俄还有中国的议题，如何讨论面对中国崛起的这个议题。不过拜登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去开完这个会，现在大家也很好奇啊。那另一部分要谈到的是，现在匈牙利跟德国的外长会议突然取消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德国的外交部长原定在8号的时候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的外长要举行会谈，但匈牙利政府突然在5号晚上取消会谈。那德国的外交部官员说呢，是针对奥班自行决定访问莫斯科，德匈两国呢外长呢需要进行一次严肃而且坦诚的讨论。那就是因为德国的总理肖兹直言奥班并没有事先告知他要访问莫斯科。那澳洲的理事会外交政策代表的是米歇尔，而不是匈牙利。那现在肖兹批评奥班访俄呢，现在害的匈牙利外长的这个会议喊卡。那匈牙利也回应了说，这个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因素。那现在呢，大家谈到说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协议，欧美也警告说不要采绥靖政策。这个是欧盟执行会的主席他就说，现在唯有欧盟27国坚定团结，才能够为乌克兰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铺平道路。绥靖政策呢，无法阻止普京，就是要不要姑息的意思了。话过来先请教亮哥，你怎么看现在拜登的情况？讲话可能大家也是听得不是很清楚。然后现在他说他健康没有问题，如果要他退的话，只有上帝可以叫他退。对，因为他大概已经得到3800名党代表的支持了，那除非他自己宣布放弃了，所以你不能推翻啊。所以，因为他基本上之前就已经有过党代表投票了，是，那你现在没有找到有利的理由让人家退啊，就是坦白说了，也有人怀疑他那个医师根本就配合他作弊了。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 Parkinson 的前期症状？很多人认为有，那个医师每次做出来都说没有。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替代人选也没有强到哪里了。替代人选第一名是贺锦丽嘛，是贺锦丽我也看不出会赢啊。所以我坦白讲，民主党应该大概70%以上是输定了啦，是很难啊，而且还这样等于是内乱嘛，就是越来越多人离心离德啊，然后到最后就
有一些人就不愿意捐钱啊。现在金主都逼宫，我一定会这样啊。那嗯美国选举没有钱，你怎么选啊？是啊，那而且到处都是人家在笑你的漫画，到处都是梗图满街跑。对啦，所以这种情况，基本上我已经看到他在抖音啊，在年轻人的一些平台上面，就是没有人对他有兴趣嘛。哦，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反而变成一个笑话了。对，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还坚持选有什么意义啦。哦，就是我坦白说，这个完全为了利益啦，为了面子啦。是，因为美国那个选举两党对决，两边的预算可能都将近100亿美元呐。你去想想那个利益有多大？是哦，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在里面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退。那第二个是他个人没有面子了，变成这种问题了。那至于欧洲啊，我认为欧洲根本已经乱成一团了啦。现在欧洲的所有的新闻，你明年来看，可能都是虚的了。比如说土耳其，他说他要加入上合会议，对，这根本就违反欧盟跟北约的原则。他没有参加欧盟啊，违反北约的原则啊。上海合作会议那是中国主导的，你北约国家既然说你要参加上合会议啊，然后这次的 G7， 澳大利亚说他不要去，他被邀请他不要去，是我觉得 Albanese 是很明智啊，本来就不该去啊，因为里面的人除了 Maloney 之外，搞不好全部都要换人啊，那你去那边干嘛啊？事实上，现在 G7 这些人到明年9月，搞不好全部都换人了。所以你去那边有何意义？那英国可能那个工党的领袖要来见习啦，有没有第一次？知道那个是个人权律师，是他对于外交根本就一窍不通啊，所以我不知道开这样的会有什么意义啦。那拜登也快要卸任了，搞不好明年2月1号就不是他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欧洲真的有点乱了，还看不清楚那个态势。然后马克龙即将搞不好进入左右共治，对。然后匈牙利当然就开始觉得，因为事实上见俄罗斯的不是只有匈牙利美国怎么不去谴责莫迪啊？对，印度也跑去见普京啊，对不对？那印度还是美国想方设法要拉拢的国家就要跑去见普京，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跟拜登比较好的国家都乱成一团了。那其他国家就低调吧，低调，然后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这样了。是左教授你怎么看呢？现在拜登的情况好像越来越糟了。对，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换灯的可能性虽然我知道大多数的人可能都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不过为什么呢？因为像拜登最近这几天。第一个，他非常期待他的这个 ABC 的专访能够扭转乾坤，对。但是看起来呢，目前并没有发生效果。在他这个宣布在他这个专访之后，民主党又有一个国会议员出来要他退选啊，而且这国会议员还是在一个民主党这个所谓的 battleground， 就是这个激烈竞争的一个席次上。他要求他下台，那当然这个就很具有指标性嘛，是因为前面4个，因为这已经第5个国会议员了，前面4个都是在深蓝的这个选区，现在是一个这个在所谓的这个摇摆区，所以当然它是有指标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拜登公开宣称他的这个继续选举呢，得到像这个什么裴洛西啦或 Chuck Schumer 啦这些民主党内的这个巨头的支持。但是结果记者去问他们都不表态啊，他们都不愿意公开评论啊，所以说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还在观望嘛，所以很显然，我认为这个情况并没有改善了。那当然因为我当然就是说，当我们看对美国的情势是怎么去评断，也是看拜登他的一念之间啦。但整体来讲，我认为这个情势是非常不乐观，就是说他继续选下去，几乎肯定是会输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已经分裂了嘛，大家已经认为他不会胜选嘛。那你不会胜选的情况下，你又要继续选，那其结果就一定输嘛。就是他内部一定是会有人会不投票对，所以这个当然对于这种所谓的摇摆区，它的影响会更大那当然第二个，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就是整个北约的现在这个情况。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说，
德国跟匈牙利的那个外长会面最后一刻被取消了。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总理肖兹批评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总理这个奥班去访问这个莫斯科跟普丁会面，但是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奥班访问莫斯科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意外的是，普丁居然在跟奥班会面的时候公开表示他不会接受和谈。这跟过去他一般这种所谓表面上做样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普丁现在对于俄军在乌克兰的情势，他有更大的信心。第二个，他可能觉得目前整体的这个氛围对于他要推动以他的想法来进行和谈是比较不利的。但是对于奥班来讲，这个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呢，因为你等于是欧洲最亲俄的一个国家领袖啊，然后你去俄罗斯，居然他告诉你说他不要和谈，那所以说这种情况当然对于匈牙利也是很难看的情况。所以为什么他不要跟德国的这个外长见面，也是避免就是说这个问题再继续被讨论、继续被炒作、继续成为匈牙利的这样子的一个致命伤哈。但我想在马上要展开这个北约会谈，这些问题都无法逃避了啦，因为大家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川普上台，那乌克兰战争还要继续吗？各国援助乌克兰还能够持续吗？现在大家就说要签一个什么协定啊，要跟乌克兰个别签军事协议，确保大家现在的承诺以后会兑现。但对川普来说，这有意义吗？这没有意义啊！川普那个时候退了多少群啊？这个什么巴黎协定啦，什么伊朗的核协议啦，这些，所以大家现在要谈就变成是一个完全是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明天要进行谈判跟合作，这个难度太高了。而这种不义就是只义不决的情况下，我觉得对拜登来讲那是更大的一个伤害，因为那个会摧毁他一直强调所谓的团结他的盟友，一直摧毁他强调所谓他能够有效的管理危局这样子一个领导的形象。是好，明年大家确定还在再说。好，请教张将军怎么看？我个人认为那个拜登换跟不换，对民主党来看呢，都是不利的。因为阵前换将，兵家大忌。是。那阵前不换怎么办？不换将又狼狈颓势。对，那输定了吗？所以进退失据，左支右绌。是，所以没有办法去，他是陷入僵局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拜登总统的他的选举的幕僚、选举的智囊弄错了，打错靶了。是因为拜登最大的一件事，他的年纪跟他健康因素。对，那不要给他那么多数据嘛，他年纪那么大了，可能都会有帕金森症。要背这么多东西，背那么多东西，不要背。这个时候要显现的是信心、气度，然后是讲的是战略原则。他幕僚没有扮演化妆师的角色。对，幕僚反而给他出难题。那你们，我是请你帮我解决问题，你不给我出难题，叫我背那么多数据，害我睡不好。一起来的话，这个面露疲态，还怪幕僚，对，还怪幕僚给他，幕僚说很辛苦了，是还被打一枪，就变成这样。换句话说，他的选举智囊跟选举的幕僚弄错了，是还一直上专访打错靶了嘛。他已经是按照拜登他最大的敌人是他的年纪，81岁了嘛，年底满82岁，岁月沧桑，年高德少。你叫他出来选举的话，你就要背那么多数据，根本不对嘛。那这个方案，我认为换跟不换，对民主党来看呢，想要力挽颓势是相当困难。那共和党的话，在这边嘛，胜券在握。我们整个趋势来看的话，你换跟不换，换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们来看呢，另外我们看到欧盟这27个国家各有考量。我们看看这是乌克兰战争打了2年5个多月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各个国家27个这个欧盟此起彼落，都有疲态。到只有乌克兰一下又凉了。然后那个泽伦斯基一直要这个武器、火炮这些弹药，那又供给不上，所以我们看它里面矛盾蛮多的。是，而且这27个国家这些27个国家年都有大选，像那法国大选跟英国的大选刚刚结束，又换人，那个执政党又输了，变成这个状况。那这样的话此起彼落，那你这样子一直换来换去，怎么样去整合？所以欧盟27个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2个国家。这个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整合，怎么样去支持乌克兰？没有办法一条边。是，那这样的话，刚好普丁在这个战场上，这个军事上占了优势，可能在外交上他也逐渐掌握了主动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俄乌战争的话，原则上对乌克兰是不利的。好，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各地降雨呢侵袭，甚至现在
湖南的洞庭湖呢，溃堤破100米的画面非常的惊悚，而且非常惊人。现在可以看到滚滚的这些水了，不断的冲蚀像洞庭湖了，甚至还有卡车直接掉到下面去了，这就直接地基都被冲刷下来了。那现在呢，湖水倒灌的画面也跟着曝光下来了，就是因为洞庭湖它的一线的堤防因为防堵呢而失败，而引发了溃堤事件。那现在当局有迅速调了一些砂石车载满砂石，希望能够阻挡这个河道了，挡住水流。但是水势非常的凶猛，多辆的砂石车呢都被冲走了，甚至也有民宅遭到水淹哦。大家看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那这次的这个洞庭湖溃堤哦，坦白讲，它淹掉的是6720个足球场。那封堵滩呢，每4个小时仅4公尺，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是溃堤前的一个照片，那这个溃堤后可以看出来，这完全都不见了。所以大家会说，这次真的影响力蛮大的。那现在因为洞庭湖呢持续溃堤哦，习近平跟李强也首度发声了，希望能够全力抢险救灾。那中国现在多事之秋，又面对水患之际哦，对外呢国际的政经挑战也是非常的险峻，也不少。尤其现在关税战哦，各国都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哦。中欧的电动车关税之争呢还没有结束，欧盟报告曝光调查的细节呢出乎意料，因为现在欧盟报告的细节里面提到了中国补贴的方式，像是中国车企的各种具体方式啊，像是有国有的贷款、银行贷款、融资拨款，或是销售奖励、建厂等廉价等一些补贴情况。那欧洲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征税，大陆电动车那样面临到华为时刻了吗？因为我们知道2018年的时候，美国打着对国家安全对华为进行封杀，但是结果并没有被打垮了。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商务部长雷多蒙在访中期间还推出 Meta 60 Pro 版。那现在去年营收也重回7000亿，那说明不会搞垮一个行业。东南亚首座的电动车也开始启动了，比亚迪的泰国市场，中国企业将投资14亿的美元。那比亚迪的第800辆的新车也将在泰国来问世。那中欧的贸易战可以看到是，现在反制欧盟的电动车关税，大陆将召开白兰地的倾销听证会哦，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那除了在关税之外呢，像下一步会不会针对晶片所在呢？因为电动车的关税只是开端吗？现在欧盟将针对中国的传统晶片在扩产展开调查。一名欧盟的执委会发言人已经证实已经与业者开始针对性的一个咨询以进一步来评估供应链的传统晶片的使用。那艾斯摩尔前执行长预测，美中晶片呢将会延烧好几十年。他怎么说？他说，因为考量到地缘政治的因素，预测这场晶片战可能要好几十年才会结束。那刚刚谈到华为现在冲 AI 不依赖先进晶片，这个是华为的常务董事张平安所说了。他说，大陆的人工智慧发展离不开算力基础建设的创新，必须摒弃没有最先晶片就无法发展的这个观念。所以看得出来，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对内跟对外都有些困境所在。先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洞庭湖溃堤真的看起来蛮严重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抢救啊，不然你能怎样啊？那个就是豪雨啦，是气候变化。极端气候暴雨来你怎么处理呢？所以我觉得很多可能以前那个防水的线可能都被突破了。是哦，这个每年可能都要有新的计算标准啊。那至于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战啊，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到结束点啊。当然它会开价码啦，那它会针对你的整个供应链的生产的过程。觉得你政府有介入的部分都叫补贴嘛？对，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反过来调查你的农业到处都是补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以牙还牙的开始而已啦。你会做这种调查，你以为人家不会啊？是哦，欧洲的农业补贴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啦，哦，所以你到时候你要卖欧洲的农产品，包括猪肉啦、乳制品啦、白兰地啦。各种东西要去中国大陆，那你就看人家怎么整你吧，而且搞不好还会包括德国的豪车啊，大家都来加税嘛，是事实上，中国的电动车真的卖到欧洲的部分，只有40%是挂中国的牌子啊，其他60%事实上都是挂欧洲牌子啊，所以你是在整自己嘛，
比如说法国的雷诺汽车，德国的大众汽车，是，那都是你自己的牌子啊。所以不知道你是加税加到谁啦，惩罚到自己。所以我是觉得你碰到欧盟这种反中派，然后不去把自己的经济的实际状况理清楚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讨论啊。比如说你碰到冯德莱恩，你要讨论什么？明明这里面有60%是欧洲的牌子啊，不然你就不要到中国投资嘛。对，中国现在不是倒过来说，不然我来你这里投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各个急迫的可能性也存在了。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确定要去波兰投资，去匈牙利投资，去西班牙投资去土耳其投资，是这个都已经确定了。那我才不相信这些国家会对他课税所以我是觉得，反正欧洲这个概念到了明年，搞不好就没有人理会了啦。是，搞不好都是各个国家自己在做决定了那因为这个欧盟这个就是一个令人非常烦的一个单位，你也做不出一个持久的一个政策，在限制别人，对不对？然后一天到晚自己意见一大堆，然后就是个别急迫，看各个国家怎么去弄嘛。是比如说德国我才不相信会对德国的车课税嘞，这样等于是回销啊。对，没错。你怎么可能课税？雷诺法国的车啊，法国对雷诺车课税。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到最后变成是只对上汽课税，对比亚迪课税，那这什么逻辑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刚刚谈到这个比亚迪电动车，那大家很关注，就是持续在这个东南亚首个电动车厂启动。那比亚迪在泰国设厂要中国企业投入14亿美元因为这个是首度在东南亚启动的车厂，所以大家非常关注。那这也是比亚迪第800辆的新车也将在泰国的工厂问世，包括比亚迪在内的电动车中系里面呢。还有要投资14.4亿美元，看得出来金额非常庞大，市场也非常庞大。那先请教一下左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比亚迪的在泰国的布局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泰国是东南亚国家里头，它是这个购买电动车比例最高的。那它大概现在的比例大概是30%左右。那它这个买传统的汽车，传统石化燃料是6%，然后买电动车就纯电动车是1/3所以因为泰国一半一半。其实，在整个东南亚里头，2个国家是电动车发展最快的，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越南。是，那越南其实大家知道，它有一个什么叫做越快公司。它这个越快公司就是越南这个本土的这个电动车制造商，它现在还到美国去设厂所以它的发展也很快。不过它主要是跟中国大陆合作，特别是跟大陆的一些像国轩高科，它是做这个电池的合作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跟大陆合作发展起来的一个公司。是。那泰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泰国传统上是日本汽车厂在东南亚最大的制造中心，是，所以泰国过去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东南亚的底特律嘛。那像这个Honda 本田汽车跟丰田汽车在泰国的厂都非常非常大，那他们制造的汽车在东南亚的销售也比传统上叫 Proton， 就是马来西亚自制的这种品牌也销售的好很多。但是他们现在却快速的转型到电动汽车。那相对来说，日本的这个像电动车的转型，韩国像电动车转型就没有像大陆这么快。是，所以这就给比亚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切入。这为什么比亚迪会在这里设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因为这里是这个东南亚这个所谓它国内购买电动车最大的一个市场。那反而很有趣的一个是说，你国内本身产电动车的，像这个马来西亚，它本身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比例就很低，马来西亚只有4%，非常低，4%而已啊。对，印尼前一阵子他说他有这个镍矿他要用镍矿来要求别的国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投资生产他的这个电动车。那他也很希望发展他国内电动车。他前一阵子印尼还要就是说补助，就到处建这种所谓充电站来扩大电动车的使用。但印尼的比例是多少？9%。
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真正现在在东南亚讲电动车，主要就是泰国跟越南，是，而这两个其实都跟大陆有很密切关系。因为当然越南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越快汽车，它跟中国大陆的一些电池厂啊这些零组件，它有很多的合作。那泰国本身，因为它跟大陆的这个企业的关系也很密切了。是，其实，在贸易战之后，很多这种电脑的这个零组件都是大陆就是转向出口到泰国，然后从泰国出口到这个美国。那现在这个电动车就是另外一个这样子一个产业，同样的这种形态啊。因为其实包括我刚才讲贸易战，还有一个产业也是它转向投资到泰国去，然后出口到美国，就是轮胎。因为我刚才讲，因为泰国本来就是东南亚汽车制造的一个重镇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周边产业的这种合作，然后再加上它本来双方就很密切，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不要说比亚迪，我认为未来其他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厂商到泰国去都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这里的真的是它发展是最快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会更频率更多，是，然后那个范围也可能会更大，因为洞庭湖的以前的是6000平方公里啊，现在只剩2800平方公里了，已经变小了嘛。它是个调节，它跟鄱阳湖啊都是调节长江的这方面、长江流域的这方面的流量。是，那你现在变得小，而且以前深，现在变淤了，变浅了。以前可以有这个蓄水可以到290亿公吨，哇，现在只剩下170亿公吨，剩下一半。你剩下一半，那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是极端气候。那个下暴雨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办？水往哪边跑？承受不了，承受不住。第二个，现在都市化了，都市化都是水泥，那水泥化，水泥没办法，水没办法渗，没办法蓄，是它就往河去了。所以你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盖这些水泥，城市化比较小，乡村多，是下雨可以把它蓄掉，就往地下水就去了，吃掉就吃掉了。现在没有了，没办法吃，就往河里面排的话，那一下子都通通到湖，那一下就满了，一下就爆了。所以你看。它这一次整个是48平方公里，整个吞掉，也有可能更大，也有可能100平方公里、200平方公里扩大。是，那水没地方去了嘛，一定会这个样子嘛。那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这个比亚迪这个车子哦，大家这个当然欧洲国家对它有一些抵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场输出是个办法。将来会整场输出，为什么？零件课税没那么重，是，那我就让他们去组装。那这个是个方法，因为大家互相报复，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大家找一个折中的方案。那我整个出去，零件慢慢过去，在那边做组装完毕之后，也制造当地的就业机会，然后税也压低了，竞争力又提高了，这是个趋势。在泰国只是一个先试，泰国好像还可以，那将来的话到德国、到法国都有可能。